年轻人不生孩子，死后财产归国家。中国官方媒体最近开始密集宣传这一条民法常识，说如果没有继承人，也没有遗嘱，那么死者的财产依法归国家所有。听起来只是法律条文的客观陈述，但在一个连财产二字都变得越来越奢侈的时代，这句话像极了一个笑话，苦涩冰冷，却又赤裸裸地暴露了一个国家的焦虑。因为这不是宣传，而是现实。民法典第1127条写得明明白白，没有法定继承人，也没有遗嘱的遗产，由国家依法收归国有。这在法律上无可厚非，但在如今的语境下却显得格外讽刺，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根本就没有遗产可言。年轻人回怼得更狠，你不能拿我没有的东西威胁我，我唯一的遗产就是我的遗体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，2024年中国出生人口仅为723万人，创1949年以来新低。与此同时，死亡人口高达1140万人，净减少人口达到417万。这意味着中国进入史上第一次人口负增长的持续阶段。而在这一年，全国结婚登记数仅为563万对，比10年前减少了一半还多。年轻人正在逃离婚姻，逃离生育，也逃离一个他们觉得不再有未来的国度。知乎上一个高赞回答写得扎心，我不是不愿意结婚生孩子，是我连活着都已经很吃力了。是的，他们真的活得太难了。据中国青年报的调查，超过 62% 的年轻人月收入低于5000元，而北上广深的平均房价却仍高达每平方米6万到10万元。在这样的现实面前，结婚、生育这两个词变成了令人窒息的笑话。更残酷的是，即使他们努力工作，也几乎看不到希望。据列宾发布的2025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告显示，今年的应届毕业生数量再创新高，达到1187万人，但超过1/4处于待业状态。他们不是不努力，而是整个社会的岗位数早已跟不上经济的收缩。那些年纪稍大的年轻人也陷入了另一场沉默的绝望。他们被裁员、降薪，逼着转行做外卖、开网约车、直播带货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仍高达 17.8%， 而35岁以上的中年危机失业群体人数超过3000万。这意味着一个庞大的群体既买不起房，也不敢结婚，更不敢生孩子。于是，不生孩子，死后财产归国家就成了一个荒诞的循环逻辑。国家鼓励生育，却不给年轻人生的底气。年轻人拒绝生育，国家就开始打起遗产的算盘。这像极了一出讽刺剧，舞台上的主角越喊越急，观众席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冷漠。现实的数据更残忍。根据2025年中国家庭资产报告，35岁以下年轻家庭的平均可支配资产不到12万元，而其中 60% 的人仍背负房贷或消费贷。而同期，日本同龄群体的家庭平均资产为43万元人民币，美国则是中国的近10倍。这意味着中国年轻人不仅没钱生孩子，甚至连谈未来都显得可笑。那为什么国家现在要强调这件事？因为政府真的急了。财政崩口，养老金告急，社会老龄化逼近临界点。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 2.3 亿人，占总人口的 16.8%。根据中国社科院测算，到2035年，养老金缺口可能高达10万亿元人民币。这意味着未来的年轻人不仅要养老人、养孩子，还要为国家的养老系统兜底。可问题是，他们自己都在被穷养。这时候，政府开始换了种说法，从生孩子是家庭幸福变成了生孩子是国家责任。从你要为父母传宗接代
变成了你要为国家未来做贡献。甚至人民日报也开始频繁发文，呼吁年轻人要树立正确的生育观，还推出共享育儿社区、育儿 AI 托育等概念。但互联网的反应却是冷的，年轻人一边转发一边冷笑，我连饭都吃不起了，还 AI 托育。因为他们早已看透，在这个物价飙升、工资下滑的时代，生孩子不是传宗接代的选择，而是一场经济冒险。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数据，中国一线城市养育一个孩子到18岁，平均花费约68万元，若上大学则超过100万元，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工薪族20年的积蓄。在这样的算账面前，连爱情都显得苍白无力。所以，当国家宣传无继承人遗产归国家时，年轻人只会冷笑，因为他们知道，那一纸法律写得再漂亮，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：他们连遗产的资格都快没了。他们有的是一身债务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中国居民人均债务已达人均13万元人民币。年轻人群体负债率更高，接近94%，财产归国家。更多人苦笑着说，国家要是能帮我还花呗和房贷，我立刻给他继承权。这一轮死后财产归国家的舆论不只是偶然，它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舆论铺垫，表面是在普及法律常识，实质却是在慢慢试探一个底线：个人财产还能不能真的属于个人？别忘了，过去3年，中国的经济主旋律叫共同富裕，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怀疑，这4个字的另一层意思是国有财富共同焦虑。财政部的数据说明了一切。截至2025年9月，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高达41.5万亿元人民币，再加上地方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，总规模接近90万亿元。这意味着全国每个中国人平均背着6万元地方债务，财政的口袋真的空了。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国家对遗产继承财产流向的兴趣突然变得前所未有的浓厚。从税务改革、社会保障到住房政策，每一项都在慢慢改变一个逻辑。个人积累正在被国家体系重新整合。先看养老金。根据人社部数据，截至2024年底，中国养老金结余为4.5万亿元，但当年的支付支出就高达6.2万亿元，出现了历史性逆差。社科院预测，到2030年，养老金缺口将超过8万亿元。于是，地方政府开始加速推动所谓的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账户延迟退休，甚至鼓励商业养老产品入市。但年轻人看得明白，这不是福利，而是变相的个人兜底。他们交的钱越来越多，能领的越来越少。正如网友调侃，国家养老靠年轻人，年轻人养老靠祈祷。再看房地产，一线城市房价看似在稳，但实质上是没人接盘。2025年，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4.8%， 而土地出让金收入暴跌 34%。地方政府靠卖地养财政的时代彻底结束了。怎么办？那就引导存量流转，换句话说，就是让房子重新回到国家手里。在一些省份，试点公租房回购老旧小区政府托管空置税等新政策，听起来是优化住房结构，但本质是让民间资产重新进入财政循环。你没钱交税，就共享住房；你没继承人，房产就依法归国。哪怕你有继承人，但房产转移环节加重征税，也会让很多人主动放弃继承。这就是温柔的去私有化，在看似合理的规则下，让财富一点点流回国家的口袋。或许这才是2025年最真实的中国现实。不是年轻人不想活得积极，而是他们早就明白，努力的方向被改写了。在一个你连遗产都保不住的国度，谈什么家庭，
爱情、传承都成了奢侈的童话。于是，他们选择用冷漠抵抗悲剧，用沉默表达控诉。当一个国家的年轻人集体说出那句"我唯一的遗产是我的遗体"时，那不只是愤怒，而是这个时代最后的讽刺。